2664年，爱达星发生大灾变，亚夏大陆被剥离出来，但这时候异化仍未解决。海加德在研制抑制器成功前都做过哪些非人道的实验呢？遗迹会告诉我们答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本期塔学聊聊海加德不为人知的黑暗实验。公元2665年，海加德将部分时间井改造成了实验室，开始应对异化的研究。A 遗迹进行的是失温计划。要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，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失温。失温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失去温度，它指的是热度的失去速度大于热度的供给。失温不只发生在低温环境，10度以上的气温一样可以失温而死。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再来看失温计划。这里指的就是异化的速度和抑制异化的速度。我怀疑海加德也确实是这么做的，因为抑制液原型就是叫冷却液。公元2665年5月3日，1200粒实验体被运往 A 遗迹，并分成若干实验小组。但直到2665年10月21日，实验都是以失败告终。然后是 A2 遗迹的刻印实验。刻印实验和失温计划几乎是同时进行的。刻印计划是将实验体的意识抽离出来，移植到共生体的身体中。简单讲就是舍弃肉体转移意识。刻印计划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。公元2665年6月17日，别雷克夫博士接替内森博士负责计划。在之后的实验体描述中有 Coin-119， 我查了一下 Coin 的意思，意为反对改革的、保守的。可见刻印计划的实验体居然是用的保守派人员。海加德在原能处理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对人员提存，任何反对原能、不想利用原能的都会成为实验体。刻印计划一直进行到2065年11月27日，之后记录丢失，至于结果却没有记载。这里可以看出海加德可能已经掌握了意识转移部分技术，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拟态系统，这也算是实际应用了吧。接下来是 A3 遗迹，时间来到公元2666年，这里进行的是摩西实验。摩西在希伯来语中解释为从水中拉起，刚好 A3 进行的实验是冷却液抑制异化。根据实验记录，实验取得了成功，海加德获得了抑制液原型，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抑制液的配比。于是在 B 遗迹里进行的研究就是抑制器的研发。这里进行了很多次实验，引入了2个名词 EL 系数和 ROD 系数。EL 我查了一下，在希伯来语里是指神，用来代指上帝。ROD 我没查到。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个？还记得爱达之子的第4区改造吗？第4区是矿场的实验室，爱达在这里进行改造实验，其中的数据就有 EL 系数和 ROD 系数。可见这2个系数是来判断实验体的异化水平和结果的。这个评价的等级在 B 遗迹也是有记录的，最高等级是 S 级，最低是 F 级。有意思的是，爱达之子的研究很离谱，改造的人 EL 系数都很高，但 ROD 系数却很低，可以理解为异化程度很高，但是身体状况却很稳定。很可惜 B 遗迹的研究并没有结果，于是转到 B2 遗迹。这里在研究的项目就很离谱了，他们在想办法把异化人变回人类，方法是使用 ROC 神经阻断剂，但效果不佳。随着实验周期延长，所用的阻断剂是海量的，这也就造就了超级变异体。这里也有一些有意思的记载。B2 记载的药物都是以天使命名的，分别是炽天使、炽天使、弱天使、普天使、力天使。我怀疑这可能才是海加德隐藏的实力。这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2667年，到了 C 遗迹。这里我们能找到朱利亚德日记。根据记载，他钓鱼的时候碰到了异化人，被实验室的人救了，然后给他注射了药剂，还骗他说是疫苗，接着给他了个小方盒，这个盒子就是抑制器的实验品。但这里我意外的是，异化并没有通过辐射出现，而是通过注射G-67病毒。看介绍，之前的朱利亚德并没有出现异化，但当时也没有抑制器啊，难道异化的真相并不是辐射吗？在蝴蝶刻印也提到了蝴蝶诱变剂，显然异化更像感染了病毒。更加佐证我猜测的是在维拉大陆，这里也少量使用原能，但却没有抑制器，是不是细思极恐呢？ C2 遗迹记载的信息就很单一了，抑制器研制成功，猎狗帮前来抢夺，这也说明了猎狗帮为什么会有抑制器。是不是发现我漏了 B3 遗迹？
这里介绍的是阿波菲斯的原型，一只猫猫通过黑豹基因改造成功出逃，并成为了大家嘴里的狗 boss。之后的遗迹应该是因为赶工，并没有再设计一些零碎设定了。C3、D3、E3 都是旧联邦的文明，鳄鱼、天空龙和绿鸟号都在这里。幻塔这里采用的是魂系的叙事手法，零碎线索拼凑剧情，终于整理完了。本期就到这啦，关注小峰，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